第4章，黄石的奥秘。7天过去了，然后到了9月的第1周，在第8天的晚上，当我的思绪自然而然地转向圣哲曼时，我坐了下来，思考生命以及它无限的表现形态。即刻，一股压倒性的爱涌向了它。我深深的感激，通过它的帮助还有圣光，我有幸经历了这一切。房间当中有一种临在的感觉，开始像呼吸一样向我袭来。我突然向上抬头，他站在那里微笑着，容光焕发，就是那位神圣的临在。他说：“我的孩子，我是位意外的到访者，让你吃惊了吗？当然，你很清楚，当你想到我的时候，你就是在和我接触。当我想到你的时候，我就跟你在一起。在冥想当中，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就出现了。这不是根据法则在进行运作吗？那么为什么不把我的出现看作一种自然而然的表达呢？一个人想什么，他就会吸引到他自己的身上。请允许我为你的训练提供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感到惊讶、失望，或者让你的情感受到伤害。始终让你内在的所有力量处于完美的自我掌控之中。这就是主宰，这就是对那些踏上圣光之路和对人类自我进行自我修正的奖励。永远都要记得，命令权，也就是统领，只会永久性的被那些首先学会服从的人所持有，因为他学会了服从合一法则，成为了存在的唯一原因，那原因就是爱。因此，在实相当中，通过特质的相似性，它就成为了合一法则。注意，除了和谐的话，其他什么话也不要从你口中说出来，不要让破坏性的词从你口中说出，即便是开玩笑。记住，你在与某种力量打交道，它存在于永恒中的每时每刻，你在任何时刻都是它的限定者。我是来带你踏上一段重要旅途的。我们要离开36个小时，拉上你房间的窗帘，锁上门，把你的身体留在床上。在我们回来之前，它都会受到保护。你取得了某种内在的进步，一段非常有趣、愉悦的体验，还有旅途，就在你的面前。我躺在了床上，很快变得静止。过了一会儿，我就站在身体之外的地板上。我穿着同样金黄色的衣服，在访问提顿王室时穿过的那件。墙壁的那种稠密感消失了。当我穿越它们时，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在大雾当中行走时体验到的那样。这次，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穿越了空间。我没有问我们要去哪里，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来到了提顿王室。东方矗立的是高耸入云的落基山脉，远处是广阔的平原。有一天，那里会长满了亚热带植被，那里的人们过着安宁富足的生活。向西，我们可以看到内华达山脉，还有科斯克提山脉，一直到达海岸山脉。海岸线将被改变。向北，我们俯视着黄石，它奇妙的美丽，把它古老的奥秘还有奇迹，从现代美国文明当中掩盖过去。圣哲曼解释说，黄石这个词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超过了14000年。那时波塞冬尼斯的文明已经到达很高的境界，因为有一位光之大师是政府的首脑，直至他最后的500年才开始衰败，对他伟大智慧的滥用占了上风。
在黄石当今的边界内，其边界古今仍然相同，存在着世界上最丰富的金矿。它曾经属于政府，其中大部分的财富用于化学、发明，还有科学中的试验和研究。距离这里37英里处，从中开采的宝石是那个时期之前和之后地球上发现过的最美丽的黄色钻石。在那个矿场当中出产的宝石当中，有一些非常美丽和完美的稀有宝石，若是切割得当，它们会在中心显示出一个微小的蓝色火焰，看起来就像是液态圣光。当一些特定的个体佩戴它们的时候，能看到这种火焰的光芒上升至高出宝石1英寸的地方。它们非常神圣，而且只用于扬升大师的最高等、最神秘的仪式当中。他们中的16个仍然在提顿王室兄弟会的神圣委托之中，并且将在特定的时间再次投入使用。正是由于这些华丽壮美的黄色钻石，黄石现在的名字才流传至今。你，我的儿子，是这2座矿场的发现者。我将揭示这些记录，那是我刚刚告诉你事情的物证。这些记录给出了他们发现的日期、提取的财富数量、运行的时间长度、所使用机械的描述。这种机械可以处理难溶矿石，回收率到达其自身价值的87%。在矿场当中把它们加工成金条，不需要在地表进行任何的操作，也记录了运输的地点以及矿场关闭还有封闭的日期。这里是记录的副本。在波塞冬尼斯生活的时候，你与一位妹妹，她就是洛特斯，居住在一个美丽的家中。你们都获得并保持了与内在神之自我的紧密连接，因此神总是处于无时不刻的行动当中。你是矿业局的一名官员，通过这层关系，你发明并建造了一艘美妙的飞艇，你驾驶着它穿越了群山。有一天，在深度冥想当中，有人向你展示了这些矿场的位置，之后你就发现了这些矿场，开发了它们，并移交给政府。有了这些解释，我现在把证据给你看，证明我刚才所说。不过现在地表上已经没有这些矿场的踪迹了。来吧，我们要进入矿场。离开了提顿王室，我开始穿越空间，迅速地移动着。我对这一切拥有着完全的意识。我们最终到达了黄石公园的某个地点。在这里，我们向下落，站在一堵坚硬的岩石面前。你看到有进入的方法吗？圣哲曼转向我问道。没有，但是我感觉开口就在这里。我指着花岗岩墙上的某处回答。他笑了笑，走到了我指的地方，把手放在上面。不一会儿，我们就站在了一扇金属门前。它打开了。他解释说，你看，我们有着自己的方法来密封我们选择的任何入口，出于保护的目的。除非我们想这么做，否则它不可能被发现或者进入。我们用来尘封这个地点的物质是从宇宙当中获取的，它比岩石本身更加坚硬，尽管在外观上它看上去与岩石一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以保护光之伟大扬升兄弟会的隐蔽所、建筑、地下城市、矿场还有密室的入口，许多已经处于完好的保存状态，长达7万年之久。当我们不再需要这样的地方或者事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归还给宇宙。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的力量都成为了已经征服了自己的人的仆人。宇宙所有的力量
都在等候我们的命令。只要它是智慧和爱的一部分，就可以使用它们。我们面前的门上有一个右手的复制品，在金属当中凸起，大约与我的肩膀平齐。它看起来与我现在的右手非常相像。把你的手放在这个金属的手上面，然后用力按压。圣哲曼说：“我遵从了他的话，我的手与金属的手完美契合。我用尽全身的力气，缓慢地，大门打开。”他继续说：“你在很多次转世当中，都保留了那只手的形状，还有大小，是政府把它安置在门上的，作为一种荣耀，因为你是矿场的发现者。那只手是你14000年的模型。”我们从这扇门进入，穿越了一条长长的圆形隧道，最后出现一个大的洞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发现了各式各样的工具还有器械，由一种不会腐烂的白色金属制成，它们保存完好，就像是昨天才铸造好的一样。洞穴的中央是一个竖井。我们现代的矿业工程师会对那个时代采矿活动的简单还有完美感到惊讶。下个世纪，同样的方法将会在美国再次使用。圣哲曼走到竖井之前，拉动了一根杠杆。很快，一个设计独特的笼子上升到顶部。我们走了进去，他碰了碰笼子里面较小的一根杠杆，我们就开始下降。到了200英尺的距离，我们到达一个站点，继续下降到700英尺的高度。我们停了下来，这里是中央站点，从这里辐射出5条隧道，就像车轮的辐条。隧道都是完美的圆形，并衬有与制造工具相同的白色金属。它很厚实而且结实，只有山体本身的坍塌才可以压垮它。其中有2条隧道深入山中达2000多英尺。在中央站点有一个引擎，控制着所有往来的交通工具。圣哲曼解释说：“你看到的白色金属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因为它的重量很轻，比已知的任何东西都要坚韧，不会变色，不会腐烂。你只能对所有的这些奇迹给出一个片段性的描述，它们是这个古老文明所到达高度的现存有形证据。这样的奇迹已经存在，现在就在你们的中间。直至这种揭示出现之前，你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它们的存在。”我们来到竖井的尽头，他展示给我看，在那个古老的时代使用过的钻头。他继续说，这些钻头可以发射出直径约为1英寸的蓝白色火焰，它们以惊人的速度运行。当它们穿越时，会把岩石粉碎。我们返回至中央站点，进入2条隧道中间一个三角形的房间。在远端是用同样的白色金属制成的容器，它们大约有12英寸见方，3英尺长。圣哲曼打开了一个容器，展示给我看那些美妙的未经切割的黄色钻石。我说不出话来，它们实在太美丽了。我想，我听到我的读者们在问，你的意思是它们都是实物吗？对于这个非常自然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是的，就像你今天戴在手指上的钻石一样，是实物般的存在。其他的容器当中也装满了价值不菲的切割宝石。我们回到了矿洞入口，圣哲曼关上门，然后封闭了它，让它像以前一样
没有人除了扬声大师能够把它与周围的岩石区分开来。从地面升起，我们迅速地穿越了37英里的距离，到达了金矿。这一次，我们站在山顶，旁边是一块圆锥形的岩石，它看起来非常的坚固。它的底部直径大约15英尺，高度大约10英尺。仔细观察，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按着它。一个三角形的部分缓缓地移了出来，露出一节向下的台阶。我们沿着这些台阶向下走了一段距离，很快就来到竖井顶部的一个空室，与钻石矿中的那个相似。你会注意到，这里没有破碎机。他继续说，所有一切都在矿山内部完成，没有什么是在外面处理的。我们在400英尺的距离处停了下来，那里还有一个巨大的空室，处理矿石的全套设备就在这里。他解释了整个处理过程是多么的简单，这似乎难以置信，它实在是太简单了。我们继续向下，到达800英尺的距离，看到了与钻石矿中相同的布局。这里又是从中心处延伸出来的隧道，像车轮的辐条。隧道中间建立了3个三角形的房间，里面是这个矿场剩余的产出，在它被关闭之前开采的。这里也使用了同样的白色容器，与其他房间使用的相同。我可以对其中的3个容器进行描述。第一个容器当中装的是金块，来自一个古老河床的砂矿层，位于800英尺处。那里的砂石轻微地粘合在一起，从而可以容纳黄金。这个矿层有1200英尺深，拥有着巨大的价值。第二个容器当中装满了金线，来自一个白色石英矿脉，位于400英尺处。另一个容器当中装着金盘，每一个重达8磅。圣哲曼解释说，他们储藏所有黄金的地方被称作银库，那里有这个矿场记录的副本，原件在档案室，也就是提顿王室的隐蔽之所，副本在这里。我们回到了地面，圣哲曼按照之前我描述的那样封闭了入口，再次转向我说，我的孩子，你发现了这些矿场，在你同事的协助下让它们运作起来，你也在那种不会腐烂的金属上做了记录，我在提顿王室当中给你看过。扬声大师看到了12000年前的那场大灾难即将来临，他们知道，如果把矿场准备好并封锁起来，他们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从而供给遥远的时代使用，也就是我们现在进入的时代。在你许多转世的7个不同时期，你回忆起制作这些记录的记忆，还有过程，你会再次把它们带到现在的时代，从而给全人类带来祝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从孩童时期就对各种各样的古老记录感兴趣。你会在自己的这一世再次从事此类的工作。走吧，我们现在要回到提顿王室。那里，在大宴会厅旁边的房间当中，有这些我提到的记录，那是保存发明和科学发现的房间。我们在之前的那次访问中看到的，只包含各种文明的记录。我们回到了那个隐蔽之地，像我们第一次来时一样，我们通过电梯管道进入。走出后，我们穿过入口右侧的第2扇门，它直接通向科学档案室。那是一个约70英尺乘40英尺乘15英尺的空间，整个墙壁、天花板还有地板都遍布着那种同样的不会腐烂的白色金属。
架子和容器也是由他制成的。圣哲曼从容器当中拿出一份记录，并递给我，这是我对钻石矿的记录。又一次，我可以阅读它。不过这次，他告诉我，呼请内在的神之自我，然后让他把那个时候我拥有的完整知识揭示给我。这份记录提供了发掘还有开采的清晰而简洁的历史。他递给我一个绕杆，上面记录着金矿的完整历史。他说，既然你已经看到了我解释的这些实物证据，我想要让你知道，我永远不会告诉你任何我无法证明的事情。他转过身来，用一种锐利的眼神看着我，这种眼神清晰地穿越了我的心智，还有身体。我的孩子，他继续说，你做得很好。面对最近的这些经历，你非常冷静沉着。你的下一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把你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你内在控制着一切的神之自我上，同时不要忘记把注意力牢牢地放在那里。鉴于之后发生的事情，幸好他使用这个劝诫强化了我。在这个告诫之中，他带领我穿过宽敞的宴会厅，来到了西墙的青铜大门前。他把手放在上面，大门缓缓地向上移动。我们进去后，他就关上了。我停了下来，吃惊地一动不动，因为我看到了人类的双眼很少被允许看到的东西。这一幕让我一动不动，它的美丽还有奇妙是如此的让人着迷。在我前方大约12英尺处，伫立着一块雪白的玛瑙，3英尺高，16英寸见方，上面放着一个水晶球，里面充满了不停移动的无色的光。在水晶球当中有光点来来回回地动着，这个球体不停地发出彩虹光，到大约6英寸的地方，它似乎是由有生命的物质构成的，所以它不停地闪烁着。从水晶球的顶部涌出3种火焰之雨，一种是熔金色，一种是玫瑰粉，还有一种是靛蓝色，至少有3英尺高。靠近顶部，每个部分都像鸵鸟的羽毛一样弯曲着，优雅而美丽，而且处于不停的运动当中。这个极其美丽的球体光芒充满了整个房间，产生了一种带电能量的感觉，无法用语言进行描述。这一幕的光、生命还有美丽，简直碾压了人类的描述能力。我们走向房间的尽头，那里并排陈列着3座水晶棺，每一个里面都装着一具人类的身体。当我靠近的时候，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因为里面装的是洛特斯，我们的儿子，还有我在古老转世当中使用的身体形态。我很快就认出他们，因为洛特斯仍然与那具身体有些相像，不过我儿子和我的身体有着更高的匀称度和完美的体格特征，所有的身体都呈现出完全的完美，非常接近古希腊人的身体类型。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有生命那样，仿佛只是在睡觉。每个人都有着波浪般的金色头发，穿着的是相似的金色面料衣服，与挂毯中的人穿着的面料相似。每一位扬声大师只需要看着这些身体，就可以看到自从在物质层面转世起所体验过的每一个重要活动，他们在身体当中记录了下来。因此这些身体就像是镜子一样，记录了来来往往的活动。不过这些身体
却保持在了它们最初完美的状态。每个棺材都放置在一个大底座上，底座是由与放置水晶球底座相同的白玛瑙制成，棺材由水晶盖盖住，紧紧地嵌在边缘的凹槽当中，不过没有密封。3个人胸口中央的上部放置的是一颗七芒星，七芒星的下方是4个象形文字，在顶部特意放置在头部顶端的是一颗6芒星，肩膀的正下方是2只紧握的手，再往下靠近脚的地方是一个点燃的火炬，火炬放置的位置刚好可以让火焰碰到棺材盖儿。这火焰一直保持着金光，不论房间当中有什么其他颜色的光。在另一端，脚下是一颗5芒星，所有的符号都是凸起的，就像是水晶上面的浮雕。圣哲曼解释说，这些身体属于你们3个人某一次特定的转世，那时你们离开了黄金之城，去做一项特殊的工作。你们的经历实在是太棒了，在那次转世当中完成了如此多的好事，以至于一位伟大的宇宙存有出现并下达了命令，要保管着这些身体，一直到你可以提升自己身体的时刻到来，回到黄金之城。正如你所看到的，他为这些身体的保管给予了完整的指导，并忠实地进行了落实。现在你可以全部意识到，对内在之主基督自我保持敏锐的意识，并把注意力深深地集中在那里是多么的重要。在每时每刻当中，只有神的爱、智慧和完美通过你的身体还有心智在发挥作用。就在那一刻，闪耀的光芒和巨大的力量在我身上涌动，我的神之自我开口讲话。伟大的光之大师、父母、兄弟和朋友，神的伟大的儿子，你的确拥有着永恒的爱，通过它，你已经获得了永恒的和平，以及对5个较低等王国的主宰。这些孩子中，让你如此深爱的伟大神之自我，很快就会到来全意识的主宰，提供给你一直以来渴望的帮助。因为每一位神之子都要去进行服务，这项服务只有他才能够提供。我呼请来自神之内心的伟大圣光，永远祝福你。随着这些话的说出，一道巨大的光柱闪耀而出，又明亮的彩虹光点充满了整个房间，它们在房间当中四处飞奔，全部变成了彩虹之光的火焰，充满了生命的脉动。看，我的孩子，圣哲曼说，你可以让伟大的神之自我进行多么完美的表达。很快，你就可以有意识的、随意的做到这一点。当你想要这么做的时候，注意天花板上的钟乳石效果，以及墙壁的银白色外观，它们都是由沉降的物质制成的。房间始终保持着相同的舒适温度。我们越过房间的尽头，站在墙上一个抛光的拱门面前，圣哲曼把手放在上面，门打开了，里面是奇妙的白色金属设备，用于制作那些记录。在我们正要进入的时代，他继续说，很多保存下来的设备会带给人类使用，因此不需要通过发明或者探索的途径。我问，这个隐蔽之处还有矿场当中没有一丝灰尘，而且通风状况良好，这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这很简单，扬声大师用来清洁和通风的能量是同一个，
也是通过这种能量来产生热、光，还有动能。这些能量中的任何一个，当它们穿越矿场或者密室的时候，可以瞬间清理掉所有不必要的物质。距离你离开身体已经快到第二天早上了，我们现在必须回去。我们穿过宴会厅，从电梯管道左侧的门出来，再次站在星空之下。我们很快就返回到我的房间。片刻之后，我回到了我的身体里。圣哲曼站在我的身边，拿着熟悉的水晶杯，这次里面装满的是琥珀色的液体。我喝了它，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活力。现在你能睡多久就睡多久。他说着就从我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我一定睡得很香甜，因为几个小时之后我醒过来，完全的精神焕发，我的身体充满了力气还有力量。